携程的垄断神话碎了，日赚2亿却拒不整改。多次约谈后遭市监总局立案，股价暴跌 6%，2选1高佣金的收割模式要凉了。听财阀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据人民网报道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出手，对携程集团启动了立案调查。这消息一出，资本市场反应比我们早上赶地铁还快。携程的股价那叫一个飞流直下3000尺，直接来了个惊险跳水，单日跌幅超过 6%。这意味着它一天之内市值就蒸发了200多亿港元，小股民心碎。但携程不就是一个帮我们订票的 APP 吗？怎么还跟垄断扯上关系了？它到底有多能赚钱，能被称为一家独大？咱们先来看看携程到底有多吸金。前阵子携程刚发布了一份漂亮的3季报，数据一出来把不少人都镇住了。2025年第3季度公司净营收183亿元，这还只是开胃菜，真正让人眼红的是那个净利润数字高达199亿元，比去年同期暴涨了接近2倍。这个利润水平是个什么段位呢？做个对比你就明白了，它轻松超越了京东同期利润约53亿，甚至把贵州茅台同期利润192亿也给比下去了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那个卖酒的茅台利润都暂时输给了卖机票、酒店的携程。有人开玩笑说，以前是买房不如买茅台，现在是买茅台不如买携程股票。只可惜立案调查的消息一来，这玩笑有点开不下去了。更夸张的是，它的赚钱能力，也就是综合毛利率达到了惊人的 81.7%。 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打个比方，你通过携程花1000块钱订了一间房，它作为平台，可能光过路费就能赚走超过800块。当然，这199亿里有很大一部分是一次性出售资产带来的特殊收益。但就算把这笔横财去掉，只看主营业务的营业利润，也有将近56亿元，同比增长超过 11%。这依然是一个非常健康且强劲的赚钱水平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它凭什么这么能赚？携程能赚这么多，秘诀在于它早早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，把整个旅游产业链的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都给包圆了。第一招叫买，一统江湖。携程这家公司是1999年成立的，算得上是中国在线旅游的拓荒者。但它能坐稳今天的头把交椅，靠的不只是自己干。还记得当年的去哪儿和翼龙吗？那可都是跟他抢饭吃的对手。结果呢，携程一顿操作，先是合并了去哪儿，后来又投资了同程翼龙。这就相当于武林大会几个最能打的对手，最后要么成了他的兄弟，要么成了他的小弟。这样一来，携程系就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。主品牌携程主打中高端品质服务，是家里的大哥大。去哪儿就扮演那个比价小能手，专攻价格敏感的年轻人市场。同程旅行呢，则靠着微信的巨大流量，在下沉市场玩得风生水起，高中低全给你覆盖了。无论你想怎么玩，钱包是股是瘪，都很难逃出它的生态圈。有数据显示，光携程系3家加起来就占了国内在线旅游市场 GMV 总交易额的大头，其中携程自己就占了超过一半。第二招叫管到底，从天上管到地上。你以为它只是个网上卖票的，格局小了。携程的手伸得比咱们想象的长多了。向上，它深度捆绑了核心资源，全国高星级的酒店跟它合作的超过5万家，它自己甚至还参与制定酒店的评钻标准。机票方面，它整合了全球几百万条航线资源。向下，他把服务做到极致，从行前规划到航中救援，再到企业差旅报销，他都能管。他甚至在全国开了几千家线下门店，把服务从网上做到你身边。这种横向并购加纵向整合的打法，让携程从一家单纯的交易平台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旅游生态帝国。它不再只是个中间商，而是掌握了行业的话语权。但对商家来说，这有时候滋味就不太好受了。因为你得看平台脸色吃饭，平台规则怎么定，你往往就得怎么跟。不过时代在变，市场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携程这位老大哥的自来水生意最近几年开始漏水了，为啥？因为一群不按套路出牌的野蛮人冲了进来，要抢水喝。第一位野蛮人，抖音不搞你那种复杂的会员体系、积分规则，人家就一招，短视频种草加直播间秒杀。一个博主在雪山酒店拍个唯美 vlog， 评论区挂个链接，粉丝看着心动，点进去直接就买了，根本不用跳来跳去。这种从兴趣到交易的超短链路打的传统 OTA 平台有点措手不及。有数据显示，抖音酒旅直播间的单场销售额破100万已是家常便饭。第二位野蛮人，京东是带着电商的3板斧来的，招式更猛，他上来就喊出了3年酒店零佣金的口号，这不就等于直接掀桌子吗？
他想用自己强大的供应链和物流基因重新定义服务规则。为了快速组建团队，京东甚至开出3倍高薪，直接从携程、飞猪等老牌企业挖墙脚。第3位老对手，美团。美团是另一种玩法，叫做高频打低频，你1年才旅游几次，但我可以天天点外卖、买电影票、团购餐饮。美团就用这些你天天用的本地生活服务牢牢粘住你，等你想出门玩的时候，顺其自然就在美团上看看周边的酒店和景点门票。于是市场格局从以前携程和美团双雄对峙，渐渐演变成了携程、美团、京东外加抖音这个搅局者的多方混战。QuestMobile 的数据显示，这3家巨头的用户重合度越来越高，有超过6500万用户同时在用他们3家比价下单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用户的忠诚度在下降，谁家便宜谁家方便，用户就用谁。这些新老玩家用流量、用补贴、用生态不断冲击着携程用20年筑起的城墙，这已经让携程感到了巨大的压力。俗话说树大招风，携程这次被调查，恰恰就是因为他在拥有巨大市场力量后可能有些飘了，做了一些被怀疑是滥用支配地位的事情。这可不是空穴来风，监管部门的调查是有前期核查基础的。事实上，在总局出手之前，携程在过去1年里已经被多地市场监管部门请去喝茶约谈了好几次，从云南、贵州到河南都指向了类似的问题。咱们来看看商家和行业到底在抱怨什么。第一，最经典的2选1嫌疑，这就像是平台对商家说，你想在我这儿做生意，那就不准去对面那家平台开店。这直接剥夺了商家的选择权，也限制了咱们消费者比价的机会。第二，佣金说涨就涨，规矩自己定。云南一些民宿业主就抱怨，平台单方面随意提高佣金比例，而且还设置各种不公平的交易条件。对于很多小本经营的商家来说，佣金涨一点，利润可能就薄一大片。第三，用技术手段搞小动作，比如被指责利用技术手段干预商家自己定价，或者谁不听话就给谁断流、屏蔽店铺、降低搜索排名。这在数字化时代简直等于掐住了商家的命脉。所有这些行为的核心都是平台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，在跟相对弱小的商家打交道时制定了过于倾斜于自己的规则，这破坏了公平竞争，长期来看也会损害市场的活力。当商家赚不到钱或者敢怒不敢言时，最终提供的服务和质量也可能受到影响，吃亏的还是咱们消费者。但调查才刚刚开始，最终结果如何还需等待监管部门的权威结论。携程自己也发了公告，表示会积极配合调查。无论如何，这场风波已经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，在今天的中国市场，无论你多大多赚钱，都要在规则之内行事，都要尊重公平竞争这个最基本的游戏规则，关注财阀，带你吃瓜式看财经。